这是一部曾鼓舞我考入清华大学的影片，只因它使无数学子领悟了一个真理：有志向的人方能成就事业。在印度某中学的高考考场，考生们竟公然拿出作弊资料，铺满了整个桌面，还宣称今年必定能轻松过关。好在监考老师终于忍无可忍了。去年此时情景如出一辙，老师虽对学生作弊的行为予以默许，但全年级200人中依然有175人未能通过考试。今年学校改变了方法，让老师直接把答案写在黑板上，学生们听后无不欣喜若狂，认为改变命运的齿轮即将开始运转。就在此时，新上任的警长突然闯入考场，拿起桌上的小抄质问发生了什么。校长急忙赶来解释，称这是学校的古老传统，因为只有给这些愚笨之人一点帮助，让他们顺利拿到毕业证书，日后才能勉强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接着，校长还特意强调这是镇长的学校，似乎想以权力施压迫使警长退缩。就在他们交谈之际，镇长果然打来电话，但警长接过后立刻挂断。校长见状，只得威胁道：“见对方仍旧无动于衷，校长又急忙换上笑脸，请警长坐下。接着，他娴熟地从抽屉里取出一盒饼干，递给了对方。没料到新上任的警长竟打破常规，直接将一叠叠钞票摆在桌上，让手下拍照取证。这下证据确凿，无可依赖。校长因涉嫌贿赂被当场拘捕，而站在他身后的这群12年级学生也因作弊失败，全部被判留级。后来果然如校长所言，那些未能拿到毕业证的学生全都难以找到工作。马诺吉和哥哥为了生计，不得不改装家中的拖拉机，开始做起村镇间的客运生意。不成想，他们这迫于无奈的谋生手段，却触犯了镇长的巴士营运礼仪。就在兄弟俩迎着夕阳驾车归来时，前方早已埋伏多时的警车将道路彻底封锁。就这样，兄弟2人被以非法经营的罪名拘捕入狱。哥哥试图争辩，却遭到一名警察冷酷的鞭打，还辱骂他们和你们那正直的父亲一样，都是蠢货。这一下触及了马诺吉的底线，他当即放话要拿出爷爷的枪为家人讨回公道。没想到警察听后更加嚣张了。此刻马诺吉满心后悔地瞪着警察，对方看似给了2个选项，但无论选哪个，都会让整个家陷入无尽的深渊。僵持之际，马诺吉忽然灵光一闪，他马上慌慌忙忙地冲向远处的警长大院。尽管被警卫牢牢拦住，好在吵闹声还是惊动了警长。然而警长连问都没问，就让他次日再来报案。这下马诺吉完全绝望了，他愤怒地朝警长吼道：“为什么轮到我们有事就得等到明天？要是高考那天你第2天来，我们也不会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现在我哥哥马上就要被你的人打死，你却选择不管不顾，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公平公正吗？”话音刚落，警长已经走到了门前，很明显他的激将法奏效了。在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警长立刻驱车前往警察局。此时镇长已经找好了借口，栽赃是马诺吉兄弟俩非法运输汽油，还撞断了别人的腿。男人瞬间跑得极快，这下谎言不攻自破了。事后警长还特别热情地驾车送兄弟2人回家。此刻马诺吉眼中满是对警长的敬佩，并向他诚恳道歉道：“我的父亲也如您一般正直，但这却使他无论到何处都遭排挤，所以我一直觉得正直毫无价值。可今日之事让我幡然醒悟，若一个正直之人拥有权力，那一切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原来马诺吉的父亲曾为村长，因不满镇长把政府发给农民的免费种子私下售卖，他拒绝与上司同流合污而被停职。于是在那之后，正直的父亲决然背上行囊，踏上了一条揭露不公而抛弃妻子的告状之路。一家人的生活也变得朝不保夕，所以兄弟俩才孤注一掷，抢起镇长的生意。幸亏有警长帮忙化解危机，将他们送到家门后，马诺吉向警长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此时的警长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随意的劝解，日后竟彻底改变了马诺吉命运的轨迹。然而这个正直的警长，次年他就被无端调离了这个地方，学校也重新回归到作弊的旧习，唯有马诺吉像痴迷一般努力学习，凭借真本事通过考试，考进了一所普通大学。为了供他读书，母亲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牲口。好在马诺吉还算有出息，3年后顺利拿到了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那天，奶奶拿出了积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金，希望他能全心全意准备警察考试。马诺吉瞬间呆住了，他深知这份爱有多慎重，也明白再多的话语都难以表达内心的感激，唯有穿上制服荣归故里，才是对这份深情最好的回馈。可现实怎会如设想般顺畅？从未出过远门的马诺吉毫无防范之心，上车不久就沉沉睡去。到省城后发现装钱的包不见了，一问司机才明白，拿包的人正是邻座与他聊得火热的孤儿寡母。而且刚下车没多久，马诺吉顿感天旋地转，在这茫茫人海中，他要去哪里寻觅那对母子的身影呢？身无分文的他此刻又困又饿，只能在街头露宿一夜。更糟糕的是，第2天他去辅导机构咨询时，被告知省政府因付不出薪资，几天前已宣告破产，公务员审考也无限期暂停。
马诺吉听后眼前一黑，几经辗转，他又回到车站等候那对母子。到了第3天，他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只能放下尊严，低声下气地向老板讨要一碗饭吃。他仅用2分钟就吃完1盘饭的惊人之举，成功吸引了对面富二代潘迪的目光。原来他也是此次声考中职的受影响者。不过如今他有了新目标，那就是前往首都新德里参加更难的国考。要是能考上印度联邦警察，就连市长见了也得给3分面子。这让失意的马诺吉马上又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于是他恳求潘迪带自己一同前往。吃饭和住宿的事他自己会解决。就这样，2个年轻人带着梦想与希望，再次踏上了国考之旅。然而刚到首都的考试一条街，马诺吉的决心就开始动摇。只见街道2侧满是补习班的招牌，如同繁星点点，熙熙攘攘的考公人群起码有几10万，而且都是来自全国各处的优秀人才，想从他们之中脱颖而出，简直难如登天。马诺吉的心瞬间跌入谷底，复习的方向也变得模糊起来。幸好潘迪的关系网很广，次日2人就在熟人介绍下找到了一位6站考公的师兄高里，他专门为贫困学生提供免费咨询。都说印度的国考堪称地狱难度，可没想到竟如此之难。首先，国考总共分为初试、主试和面试3个部分，每年大概有20万人参加初试，其中只有1000人能进入主试，而这些人中又仅有100人能进入面试，到最后仅有20位幸运儿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官员，其他199980人的努力则全部白费，甚至比彩票中奖率还低，并且每个印度人一生只能考4次，但如果是低种姓，就能额外多2次机会。为了给自己足够的动力，高里师兄提前买好了警察制服，就等着通过那天穿着它衣锦还乡。所以即使失败了5次，他也未曾放弃。终于在第6次考试成功，进入了面试环节。不过马诺吉目前的首要之事显然是工作。在了解他的经历后，高里用扫了3年厕所积攒的人脉，帮他在图书馆找了份相同的工作，不仅每月能赚280卢比，还提供一个免费睡觉的房间。这使马诺吉欣喜万分。潘迪知道后更是开香槟庆祝，一是为朋友能安定下来真心高兴，二是他非常享受这种肆意挥霍脏钱的感觉。बाप PWD में ठेकेदार है, दवा के हराम की कमाई करता है, चाहता है मैं भी वही करूं। तभी आप ईमानदार अफसर बनना चाहते हैं भैया। भाई घंटा ईमानदार अफसर, इसने मुझे पहले बोला ग्वालियर चले जा, ठीक है, PCS कर, डेप्यूटी कलेक्टर बन, हराम की कमाई डबल। फिर वो कैंसिल हो गया, तो बोलता दिल्ली जाके UPSC कर, IAS बन, बड़ा अफसर, हराम की कमाई डबल। भाई नहीं करना यार मुझे।潘迪心中一直藏着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电视台的记者。然而他始终缺乏向父亲坦白的勇气，只能通过挥霍不义之财来悄然反抗。数天后，令人振奋的放榜时刻终于到来。高里师兄满心期待地在榜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可直到最后也未能如愿。显然，他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还是落空了。就在大家认为师兄会就此消沉时，没想到6年的历练早已塑造了他坚韧的心灵。他拿出所有积蓄开了一家补习茶馆，专门为那些同样没有背景的贫困考生提供复习之地，仅象征性地收取茶水费，却免费给予培训指导。很快，这里成了众多考生心中的圣地。马诺吉更是分秒必争地努力学习。此时的他不敢对结果有过多奢望，只顾全力前行。因为一滴水一旦融入汹涌的洪流，即便没有方向，也会不分昼夜滚滚向前。不久，第2年的国考初试成绩公布，马诺吉不出所料地位通过。毕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实，注定失败是多数人的常态。于是他迅速调整心态，更积极地投入新一轮的学习与工作。这忙碌的状态立刻引来潘迪朋友的轻视。他认为这些人好不容易走出农村，就该专心学习，不该把时间耗费在琐碎的工作上。这样要是能考上才有鬼呢！就算真有那么一天，也不过是浪费国家资源的庸才罢了。男人这自以为是的言论，马上遭到高里师兄的严词批评。他表示：“我们虽出身卑微，囊中羞涩，没进过什么好学校，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也没钱参加专业培训班，但我们并非一无所有。” चाहे इनको किसी लाइब्रेरी में झाड़ू लगाना पड़े या किसी का टॉयलेट साफ करना पड़े, ये पीछे नहीं हटते, हार नहीं मानते साला। बड़ा पक्का होता है इनका जज्बा। और ये जज्बा होता है ना नवल, किसी महंगा स्कूल कॉलेज में पढ़ने से तो नहीं आता है। ये आता है करोड़ों हिंदुस्तानियों की उम्मीदों से, और यही इनका पूंजी होता है। हार जीत सब लगा रहता है नवल बाबू, लेकिन जिस दिन हम में से किसी एक का जीत होता है ना, तो हिंदुस्तान के करोड़ों भेड़ बकरियों का जीत होता है। 光阴似箭，眨眼间1年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马诺吉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自我约束，最终在今年的初试中崭露头角。但此刻还不能松懈。高里师兄告诫他，要马上筹备更为重要的主试。于是第2天，马诺吉就前往一家培训机构报名。这儿的墙上挂着无数学子实现梦想的时刻，这也使马诺吉对他们的教学能力坚信不疑。他身上仅有680卢比，远不够支付1200卢比的报名费。他请求对方准许自己分期付款。为了不干扰正常的报名与咨询，工作人员
员只好收下钱，让他快去走廊帮忙做事。可就在张贴宣传照时，一个熟悉的面容闯入视线，这不是3年前考试第1名的迪普莫汉吗？马诺吉曾在一场分享会上遇见过此人，当时他说自己从未参加过辅导班，并且还因错把马诺吉当作送水的茶童，而在众人面前承诺日后若有难题可随时找他。于是马诺吉拿着照片问工作人员是不是弄错了，女子顿时无语了。किसी फिल्मकार से मिले हो? नहीं। तुमको क्या लगता है वो वही तंबाकू खाते हैं जो तुमको बेचते हैं? नहीं, एडवर्टाइजिंग कहते हैं इसे। 1.5 लाख दिया हमने दीप मोहन को। तुम भी टॉप करो, तुमको भी दे देंगे हाँ? लेकिन अभी चुपचाप तुम काम करो। Idiot. 女人说完后便带着不屑离去，但马诺吉为人老实，怎会容许这样的欺骗之举？于是他当场揭露机构在造假，并拿回了属于自己的680块。他的这一正义行为恰巧引起了富家千金米娅的关注。没成想，短短数日后，两人就在图书馆再度相逢。看到马诺吉手中航天工程的书籍，米娅误判他是名校出身的工程师，难怪能靠自学通过初试。而马诺吉出于内心的自卑，也没有进行否认。这时远处传来老板唤他干活的声音，米娅这才知晓马诺吉白日工作，夜晚学习，不禁又一次被他的优秀深深触动。两人迅速成为知己好友，还一起报名参加了同一个考公培训班。因为马诺吉来自印度声名狼藉的土匪区，他就依据自身经历撰写了一篇有关印度恐怖主义的论文，成果相当出众，得到老师的高度夸赞，还特意奖赏了他2块巧克力。回到座位之后，他马上把这份恩赐全转送给了米娅，爱情的种子此刻也完全萌芽。自此以后，马诺吉的生活不再仅有枯燥的工作与学习，还有米娅的歌声和欢笑。他们时常于知识的海洋里一同探寻，也在古树的见证下互换心灵的宁静。殊不知，以谎言为开端的爱情必定会是一场灾祸。这天上课的时候，老师问起火箭发射的原理，一听是马诺吉擅长的领域，米娅就直接站起来说他知道这个问题。马诺吉只能向老师解释自己是文科生，这一切都是误会。接着又低声向米娅致歉，但两人的感情还是无可避免地出现了裂痕。然而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由于今年卖废纸所得的钱比去年少了1/3，多疑的老板就一口认定是他拿了回扣，即便账目就在眼前，也不愿相信，还大骂他是小偷的儿子，这让马诺吉如何能忍受？马诺吉就这样不再去培训班上课了，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潘迪费尽周折，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他藏身的地方。一进门，昏暗的光线和机器轰鸣声扑面而来，潘迪忍不住问道：“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安心学习？”马诺吉随即关掉机器，打开昏黄的灯，向他展示了自己的书桌。潘迪无奈的苦笑，苦口婆心的劝他搬去自己那儿住。但马诺吉像块顽石一般倔强，那份深埋心底的自尊，让他宁愿靠自己双手打拼，也不愿依赖他人。转眼间，主试的日子到了。作为一名以印地语为主的考生，英语一直是马诺吉的短板。然而走出考场的他却满脸自信。这次的论文题目正好是关于印度恐怖主义，他只需把自己之前写过的文章翻译成英文，面试岂不是手到擒来？可同学看了试卷后，却对他说：“马诺吉顿时瘫倒在地上，如同一滩烂泥。仅仅一字之差，他1年的付出便再次化为泡影。在这次失败之后，他并未马上开始下一轮的学习，而是搭上大巴前往北部山区，因为他清楚自己还欠米娅一个正式的道歉，以及一场盛大的告白。他来到米娅家，可出来迎接他的却是管家。原来米娅去了外地，他请管家打电话，电话接通后，马诺吉告诉米娅自己又考砸了。此刻的他只想得到爱人的慰藉。कुछ कहना था तुमसे। क्या कहना है? I love you. बस तुम भी बोल दो अब। फिर मैं तुम्हारे लिए दुनिया उलट पुलट कर दूंगा इस रात। प्लीज किशन को फोन दो। 米娅对不合时宜的告白感到十分厌烦，那少年一事无成，又如何能奢望如泡沫般易破的爱情？他们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马诺吉被这冷水浇醒，转身朝山里走去。他乘坐大巴回到家乡，这片土地依旧荒凉且贫瘠。母亲与哥哥外出打工贴补家用，妹妹也已长大成人，唯独记忆中深爱的奶奶消失在时光长河。母亲告诉他，家里现在过得很好，生活富裕，缺钱随时可找家里要。但马诺吉一眼识破，这是母亲善意的谎言。家里明明穷困潦倒，自己却还在为虚幻的爱情所困扰。他决心重拾再战的勇气，担起家庭责任。于是他每天工作15小时，学习6小时，睡眠仅3小时。直到父亲归来的那天，父亲看到儿子艰苦的环境，看到全家人因自己离开而陷入困境，心中正义首次动摇。连家人都守护不了的男人，还谈何正义？他打算放弃维权，与老板同流合污，赚钱养家。马诺吉无法接受父亲与坏人沆瀣一气，他鼓励父亲坚持，自己会住家里度过难关。这次他们要共同战斗。第3次初考，马诺吉顺利通过。参加完婚礼的米娅来找他，为那天的冷漠道歉，说那天太紧张才出言伤人。马诺吉一笑置之，如今他无心儿女情长，家境差距让他认清现实，只想考取功名。米娅却说这次主考无多项选择题，续写很多他不擅长的论文，可以借他些钱，让他停下工作专心备考。毕竟昏暗厂房不适合学习，但马诺吉出于自尊拒绝了。
पापा कहते थे कि बाहर के अंधेरे से नहीं अंदर के अंधेरे से डरो। सुविधाओं के लालच में समझौतों का अंधेरा। और तुम तो जानती हो कि अब्दुल कलाम साहब स्ट्रीट लैंप के नीचे पढ़ा करते थे। मेरे पास तो फिर भी अपना बल्ब है।尽管他已适应了考题的难度，可主试的棘手程度仍远超预期。20篇论文最终只完成了12篇，结局不言而喻。他的第3次挑战同样以失败告终，幸好有米娅始终陪伴左右。但好搭档潘迪就没这么幸运了，同样是遭遇3连败，他的女友选择了分手。他将怒气全撒在米娅身上，扬言女人只会拖累你的未来。假如你们从未相识，此刻你应当已经成功上岸了。要明白一事无成时的真心最不值钱，没人愿意和一个无能之辈共度余生。米娅承受不了这种委屈，转身离去。马诺吉随即追上去挽留。当现实刺破防御的盔甲，两颗赤诚相对的心才能吐露真言。I love you。他等待这句话等待了太久，内心难以平静许久。他曾讲过，如果米娅对他说我爱你，那么他会为她倾覆世界。但主考里的论文无疑是挡在途中的巨兽。就在他不知所措之时，猛然想起3年前把他当作茶童的状元，那人还欠着自己一个恩情。现在的状元已位高权重，可没有忘却多年前的诺言。他直接指出，马诺吉最大的缺陷就是时间分配不当。依据考试规定，他每8分钟需写出200字，然而马诺吉却不以为然。为了使他明白差距，前辈让他于8分钟之内撰写一篇200字的论文，主题便是写他自己。可是马诺吉费尽心思，也仅仅写出90余词，最熟知的话题都写不好。真正上了考场，全是陌生话题，又怎能通过呢？不止他一人这样觉得，就连师兄也不看好他。一个每日端茶倒水磨面粉的人，怎么可能会考得过专心致志的名校生呢？他当下决定让马诺吉搬进自己的房间。पढ़ाई के अलावा कोई काम नहीं करेगा। आटा चक्की और किस्सा बंद। घर पे पैसा भेज देंगे तुम्हारे। न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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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अरे एहसान नहीं कर रहे, ठीक है उधार। अपना पहला तनख्वाह मिलेगा तुमको दुगना दे देंगे। नहीं भैया हम अरे चुप! चला एक शब्द बोला तो यही काट देंगे तुमको अब।马诺吉就这样住进了师兄的房间，第一次拥有了学习用的桌子。次日，米娅告诉他自己成功上岸税务局的喜讯，还送了他一个计时的秒表，督促他每日学习要达16小时。没了杂事的打扰，马诺吉化身为永不停歇的学习机器，即便停电也挡不住他。借着路灯汲取知识的热忱，很快这份努力迎来了收获之时。考场里纸张翻动声不绝于耳，每个学子都专注地盯着试卷，把智慧与汗水化为一字一句。功夫不负有心人，竭尽全力的马诺吉终于抓住最后一次机会，通过主考进入面试。但好兄弟潘迪仍旧自甘堕落，荒废了4年的时光。正当他因考试失败而烦闷时，马诺吉不分场合地向他借手机，给米娅分享喜悦。这时潘迪勃然大怒，他指责马诺吉是忘恩负义之徒，自己帮他那么多回，吃穿住行乃至工作都由他搞定，而马诺吉却这般自私，全然不顾及他的心情，还想用他的手机炫耀幸福。就这样，曾经的好兄弟闹得不欢而散。马诺吉通过公用电话联系到家里，当听到他主考通过后，家人们打心底为他高兴，即便日子再艰难，也能咬牙挺过去了。接着他又打给米娅，他为马诺吉感到自豪，但转而表示不能陪他去面试了。有人给他父亲打了匿名电话，诬陷他们睡在了一起，而老父亲根本不听女儿解释，就命令他不准外出一步。马诺吉猜到或许是潘迪落井下石，刚要打电话核实，警局就来了电话。原来陷入痛苦的潘迪在街头大声吵闹，虽未伤及路人，但也因制造噪音被拘留，需缴纳5000罚款。马诺吉据理力争，制造噪音是一种难以界定的罪行，你必须让地方法官出示逮捕令才有权抓人，所以罚款也无法律依据。他们从潘迪手中抢去的3000卢比，就成了他受贿的罪名。要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即将成为印度警察局官员，而自己上任后的头一件事就是整治你们这些体制内的害群之马。他们完全被马诺吉的气势所震慑，当即吓得放了潘迪。他惊叹如今的马诺吉真是自带光芒，但马诺吉没有多言，在他手机里找到米娅父亲的通话记录。这下无论潘迪怎么辩解，二人终究还是形同陌路。而另一边，陷入信任危机的米娅无比失落，她感叹曾经那个无条件支持自己辞职考公的父亲，如今只因陌生人的一句挑拨，就不再相信自己。她不是那有情饮水饱的懵懂少女，而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有志青年。她很坦率地说：“我和马诺吉正像当初的你和妈妈一样，真心相爱并携手前行。如今他正处于人生最关键的时刻，我不能不陪伴着他。而他也绝不会在婚前有不当举止，因为父亲的教导，他永远铭记。”在流言蜚语面前，真诚显得格外珍贵。父亲恢复了理智，父女俩终于冰释前嫌。米娅也回到马诺吉的身旁，她毫不犹豫地扑入马诺吉的怀抱，两颗心紧紧相贴，仿佛要将这漫长的分别瞬间弥补。到了马诺吉面试的日子，米娅带着他来到理发店，特意选了公务员专属发型套餐。他们在考前来到潘迪家，得知昔日的朋友是特意来探望自己的。潘迪懒散邋遢的模样一扫而空，眼中顿时涌起泪花。他以为自己犯下的错让他再也见不到好友，可男人之间的和解无需言语，仅仅一个眼神交汇，二人便冰释前嫌。潘迪感动之余，不停地向米娅致歉，然而米娅却很感激他的谎言，因为这个风波让他和父亲更加信任彼此，也让他能够和爱人光明磊落地在一起。米娅打趣潘迪的谎言很逼真，当记者肯定大有作为。潘迪这才想起当年的志向，眼里瞬间有了光彩。
通往考场的路上，马诺基紧张得一言不发。米娅没有多说，只是紧紧握着他的手，递给他一封信，让他在无人的时候再打开。等候大厅里汇聚着来自各个地方的精英和贵族，马诺吉宛如激励鹤群。这时监考员问他，为何高中到大学有1年空档？马诺吉本可以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却坦诚自己是高考失利留级1年，这也引来了监考员的轻视。老者也热情地劝告他，主考官对印地语学生存有偏见，你高3留级的缘由一定不能直言，最好说那1年你的奶奶去世了，才致使你失败。而当主面试官问他高考为何没通过时，他却依旧坚守内心的公正，直言那1年新任警长的到来阻止了全校的作弊，所以才导致了他12年级的失败。这让本就歧视印地语考生的主考官更加讨厌他。Anyways,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You may please leave now. जाइए आप. मनोज 2 मिनट वेट कीजिएगा बाहर。在外面等待之际，他拆开了米娅写的那封信，信里这么说：不管你是在警厅身居高位，亦或是面粉厂的一名工人，我都愿与你共度余生。那么，你愿意娶我吗？爱人的话语似温暖春风，缓解了他忐忑不安的心绪。自己一直以来的种种付出，不就是为矫正世间的不公吗？倘若为名利而妥协，自己坚守的信念就全然无意义了。数分钟过后，面试官又唤他回去。这一次，马诺吉不再怯懦。面试官很疑惑，他为何要坦白作弊之事？完全能找个更佳的理由呀。他说不想再用谎言遮掩谎言。年少时，他未意识到作弊的弊端，因为打小老师就这么教导，还称这是古老的传统。直到新任警长出现，才改变他的看法。之后，他凭自身努力通过考试，即便只是勉强过关，也比抄袭得来的满分更让他欣喜。这也使他深信诚实与正直，方可改变印度的未来。然而他的答复无法让主考官满意。一个高考落榜者仅凭几句漂亮话就能胜过印度理工学院的优秀学子，这算公平吗？但马诺基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或许比我更棒更出色，可我肯定比他们更合适更有价值。我和他们的关系恰似埃德蒙与夏尔巴人的关系。埃德蒙是首位登上珠峰的人，不过夏尔巴人安格丽塔是首位不携氧气登顶的人。在我眼里，他的难度更高，成就更大，而我也是不靠外力，历经重重磨难才到达这里的人。我比他们遭受过更多人间疾苦，也更知晓改革的重点，更懂得变革的重要性。但主考官仍旧不为所动。Let me tell you one last thing. If Sir Edmund Hillary had not found the way, Sherpa would have never reached the peak. Anyways, I'm done. Anyone else? 接着旁边的女面试官又询问他，要是最后一次努力也失败了，你会如何应对？他表示自己会平静接受，回到乡村当一名教师，教育孩子们不要作弊。और अगर वो उस उम्र में ये बात समझ जाएंगे तो जीवन कभी कभी नहीं। और ये बात मुझे तब सूझी जब लाइट चली गई, स्ट्रीट लैंप नीचे पड़ गया। If I cannot be the sun that shines upon the earth, I can still be a lamp and light up my side. Be alive. 他被主考官驱逐出了考场，现实最终还是战胜了理想。1个月后，米娅拉着马诺吉前来查询最终录取结果。然而马诺吉心中依旧存有阴影，主考官的那句浪费时间总是萦绕在他的耳畔。大门打开，众多学子蜂拥而上，唯有马诺吉失魂落魄地在原地徘徊，直到米娅喜极而泣地朝他点头。压抑了4年的五味杂陈，终于在此时彻底宣泄。原来在他离开那天，4个副考官都被他的诚实正直所打动，也对他的专业水平称赞不已。他们觉得这不仅有益于警察部队的形象，更对整个印度的蒸蒸日上有利。要是这样的人落选了，那这次选拔结果就毫无意义。一路同行的伙伴此刻都围拢在他身边，本该开怀大笑的时候，他们却相拥而泣，想感慨些什么，脑子却一片空白。这一路走来的艰难险阻，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所幸努力终究没有付诸东流，好兄弟也备受激励，决心此刻开启自己的新闻事业。捷报迅速传至乡里，母亲梅开眼笑，父亲亦激发了对抗黑心老板的勇气。而当时那个机构的负责人悄悄塞给了他15万块钱，企图收买他为机构做宣传。马诺基忍不住调侃说：“你还认得我吗？当初是谁要永久拉黑我的？”负责人这才察觉献错了殷勤，灰溜溜地走开了。1年后，马诺基来到家乡警局，向昔日的恩人脱帽敬礼。那位警长以为是上级来检查，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本
本片改编自真实事件，考试不过是生活中穿插的片段，困难和挫折却伴随我们一生。有人会说马诺吉一路走来境遇贵人，可又有多少人真正抓住了机会？社会的善意点燃了希望之火，但要让生活鲜活起来，终究得靠自己。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也许并非所有努力都有好结果，但总有一些坚持，能让一寸冰封的土地绽放出10万朵盛开的玫瑰。